大人，你隐藏的好深啊！神主，请神主大人许我家总裁。江总，这事情是不是太突然了？要不你给我点时间，我考虑一下。叫我一涵。啊，喂，什么？我妈住院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有急事，我先走。医生，我妈怎么样了？我们已经尽力了，她可能再也醒不过来。妈，既然都醒不过来了，我看这治疗就不必了吧，干脆把氧气拔了好了。林清雪，你什么意思？雪宝宝，这就是你的废物前男友啊？哟，这怎么了？这是家里要死人了吗？要不要我打电话送点花圈过来啊？啊！我跟你拼了！你大爷的！哎呦！保护神主！拜见神主！他是神主？什么神主？他不就是个废物？再敢对神主不敬，死！走。你们是蒋一涵派来的吧？回去告诉他，我没有心情和他玩。他并非神主，可他与神主长得一模一样。神主修炼了九龙神诀，气息早已融化。你看他气息微弱，连路都走不好。可是神殿内部已有乱象，如果让他们知道我们没有找到神主，恐怕……你告诉他们，神主现在在北京，3日后便会抵达海城。神王宴3日后照办。你想不想救你母亲？你能救她？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就可以给你母亲安排最好的医院，请最好的医生。我不能保证她一定会醒过来，但一定不会像现在这样躺在这等死。我答应你。我要你假扮神主。这些是神主的生平日志，全部背下来。我早就背完了。怎么可能？这才半天时间。我打小记忆力惊人，过目不忘。玲珑，你看本尊表现的如何？真行，他倒是天赋惊奇。他虽然背下了神主的生平，仪态也学得颇像，但仅凭这些，想在神殿那帮老狐狸面前蒙混过关，还远远不够。大人，您的意思是？你差不多行了。你体质太弱且全无章法，3日内我一定让你学会神主的神技。是神主大人的游龙步和玄虚手。神主秘技，他一普通人怎么可能学得会？我好像在他身上看到了神主的影子。以后你的剑也劈不到我。虽然你没有学会九龙神诀，但凭着游龙步和玄虚手，便足以以假乱真。等神王宴，我帮你蒙混过关，你答应我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等我妈醒了，就假装我的女朋友。我让郑红陪你去。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屁股大，能生儿子。怎么不见许玲珑啊？是我稻草了吗？楚阳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楚阳，你敢来神王宴，我是说你蠢呢，还是无知呢？怎么，上次的教训还不够？你还死鸭子嘴硬是吧？那我就替神殿先教训你。谁敢动我蒋一涵的男人？我知道你是神主，但你假扮身份在我公司上班，其中定有隐情。海城商业女王，蒋氏集团总裁蒋一涵竟然袒护一个废物。神王宴快开始了，我们进去吧。好。蒋总，许久不见，你这风采依旧啊。蒋总，这位是……哦，
能与蒋总同行，想来关系非浅吧？鄙人周家周启年，你既然能与蒋总同来，那定是某位名门望族之后，不知可否认识一下？神殿之主，凌天至尊。神主，不是神主驾到，又是夜莺，我神主见谅。吴家主，周家主，二位叔伯，可不要被他骗了啊！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神主，原来是赵少。你说的不是神主？没错，这位小兄弟，你虽然跟蒋总是朋友，但这种玩笑你不能乱开呀！就是啊，我等前来参加宴会，皆为瞻仰神主尊荣。小兄弟，这等玩笑切莫可开。怎么？我说我是，你们不信；他说我不是，你就信了？蒋总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位朋友，他当然是神主，我可以为其证明。蒋总，你可能还不知道吧？他就是一个骗子。他只不过是一个在海城工作了3年，买不起房还买不起车的小职员。怎么，现在不想努力了，就想靠着冒充神主改吃软饭了？蒋总，看来你遇人不淑啊！今日，真正的神主将莅临海城，这是我们海城的荣幸。我周启年绝不允许有人在此冒犯神主的威严。我也不答应，我们也不答应。看在蒋总的面子上，你从哪儿来的？滚回哪去吧！想走啊？怕是晚了。不瞒诸位，我表叔乃是神殿卫青大人，此人胆敢冒充神主，只能交由神殿惩处。今日休想离开。赵少，没想到你还有这种关系啊！赵少，那以后我们周赵两家要加强合作了啊！放心，我不走。今日晚宴便是为我准备。我要是走，这宝座岂不是要空？一个冒牌货，居然敢坐神主的宝座！冒犯神主已是死罪，竟敢觊觎神主的宝座！我认为此人应该拖出去，沉海喂鱼。周家主所言甚是，神主即将到来，切莫让此人扰乱了宴会。我赞成周家主的提议，将此人拖出去，沉海喂鱼。沉海喂鱼！许玲珑，你倒是快点来！慢着，我有证据可以证明，他就是如假包换的神主大人。此乃只有龙国朝廷要员才有资格查阅的龙国报刊，这上面便有神主的报道，以及他见国君时的照片，自己看。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出过了神主，还望神主责罚。拜见神主大人！神主大人！这不可能！他不就是一个废物，消耗了我3年青春，连一个名牌包包都不曾买给我的废物，怎么可能是当时最强势力的神殿之主？早就听闻神主大人因欲隐退，想必这3年在海城也是为了体验这凡尘俗世，只是没想到你们这些人竟敢以这副嘴脸相待，你等多次辱没神主，可知罪。楚阳，我们毕竟相恋了3年，其实你心里还是有我的，对吗？林清雪，我与你不熟。神主说了，与你不熟，还不快退下！既然神主已就位，那今日的神王宴，我看可以开始了。等等，赵少，你还有话说？赵家主，周家主，你们不觉得这件事情很蹊跷吗？赵少，蒋总已经拿出证据，证明神主是真，怎么你还在怀疑？这份龙国内刊是假的。赵少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我当然知道我在说什么。你身后那个冒牌货，他的母亲得了不治之症，现在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，正好在这个时间，你得到了这份龙国内刊，你不觉得这一切很巧合吗？赵少，你的意思是，他那份龙国内刊就是那个废物假造的，为的就是拿下蒋总，拿掉蒋总的亿万家产。赵少，空口一瓶。3日前，这个废物还在蒋总公司上班，蒋总应该还见过他。
是又如何？3日前，神主可不在海城，而是在北境。什么？神殿指示，未听魏大人到。我能证明，赵少所言属实。3日前，我接总部通知，神主在北境，今天才会到达海城。而且，神主出行时必有玲珑侍卫贴身随应。你只身一人，且3天前就已经到达海城，怎么可能是神主？你若不是跟蒋总同行，恐怕你连门都进不来吧？好啊，你还真是个骗子！早该想到是这样。蒋总，人心险恶。我早就说过，他就是个废物。国庆大人，幸亏你及时赶到，不然我等都要被他给骗了。既然事情已明，还请魏知事裁决。表叔啊，此人假冒神主，扰乱神王宴秩序，此乃是重罪，是重罚！重罚！你们就这么认定我是假的？楚阳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期盼有奇迹出现吗？他是我的人，就算有罪，也理应由我处置。蒋总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打算为这个骗子开罪吗？蒋总，不是我不给你面子，此事涉及神主名誉，神殿殿规，冒充神主者，其罪当诛。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拖出去砍了！住手！属下来迟，还请神主恕罪。怎么可能是神主？这2个人我见过，就是他找来的演员。好大的胆子！你竟然敢协助此人冒充神主，你可知这是死罪？死罪？你一个小小的神殿执事也配给我定罪？好大的口气！让长老级别的人来见我。神殿下辖3部，每部这3名长老，长老们除3部之主，而不得号令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见长老？魏大人，神主随时到来，还请魏大人出手，把这些杂鱼都清理出去吧。就是，这就是一群骗子，跟他们废什么话？来人呐，把他们给我拖出去！放肆！你们就不想知道我是谁吗？听好了，我叫许玲珑。许玲珑？许玲珑？玲珑大人名讳，也是你敢直呼的。魏大人，许玲珑是不是你曾经提过的神主亲卫啊？没错，他是玲珑大人。大胆！神主在此，尔等还不跪下谢罪？神主，这些人以下犯上，须以惩戒，以儆效尤。按照殿规处置。是。表叔，你们都被他们给骗了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神主大人，连这个许玲珑，他也是假的。此事不可儿戏啊！我说这话肯定是有十足的把握，不然我怎敢轻言？你先起来。神主3日前在哪儿？3日前，神主在北境啊。3日前，这几个人在医院跟着楚阳行骗，清雪可以作证。他们就是一群胆大包天的骗子。知晓神殿见过神主玲珑大人的不多，所以在神王宴上行骗，其目的就是为了骗取献给神主的贺礼。胆大包天，连神主的贺礼都敢觊觎，简直无法无天！连魏大人都差点被你给骗了，害得我等下跪。魏大人定要诛罚他们。想我卫青在神殿效命10年，没想到今日竟有人在我面前假冒神主。魏大人不必自责，是这些人太过狡诈呀！贤侄，今天你为我立一大功，等我把他们这些冒充神主之人收拾了之后，再向神殿给你请功。待魏大人为赵少请功之后，赵少便可凭此与神殿牵线，用神殿做后盾，赵少成就不显亮。如果你现在下跪求饶，还能留你一条狗命。一群蠢货，将死之人，我何必与你逞口舌之快？等到你们俩都被处死，你的母亲就交给我，到时候送你们一家团聚。你好大的胆子，可知以下犯上已是死罪。今日我便以赵家长子身份号召诸位下达诛杀令，还请神殿卫青大人指认诛杀这个假冒神主之人。我吴家父业
即刻诛杀假冒神主之人！周查复议，立刻诛杀假冒神主之人！立刻诛杀假冒神主之人！既然诸位皆有此意，那我魏某便借神殿之刃斩杀此贼。卫青，你可识得此物？紫玉令。魏大人，紫玉令是什么？神殿为辨别成员身份，以赤橙黄绿青蓝紫令牌划分，其中赤令牌最低，紫令牌最高，只有神主的亲信和各大长老才配持紫玉令。你这伎俩还真跟楚阳制造龙国内刊、欺骗蒋总的手段如出一辙呢。赵少，你的意思是这个令牌是假的吗？这群人真是有备而来呀！尔等知识浅薄，人卑位低，可知紫玉令代表什么？胆敢不敬紫玉令者，许玲珑，告诉他们下场是什么？当诛！还演起来了？哼，你也算得上是难得一见的美女。若是你随便找个权贵攀附一下，说不定能享尽荣华一生。但是你却偏偏跟那楚阳寻死，白白浪费了你这一副好皮囊啊！出言不逊，你活腻了！别脏了你的剑。卫青，你可识得陈志进？陈志进，神殿9位长老之一。陈老不但是海城霸主，而且还是神殿商会大长老，位高权重，尔等小小之辈，怎配提起名讳？海城霸主陈老，难怪陈老这些年能在海城黑白两道无人能挡。冒充神主已是死罪，你现在还敢提到陈老？你莫不是不知道陈老的手段吗？要得罪了他，你不想死都难。可能在你们看来，陈志进在海城可以呼风唤雨，不可直呼其名，但在我以及我身后这位面前，他什么都不是。蝼蚁罢了。大胆，胆敢辱没陈老威名！交出你这样的狗东西，才辱没了他的威名。还敢出言不逊，给我拿下！让陈志进前来领罪，否则于神殿除名。限你3分钟内赶到神王殿，否则神殿除名。陈老何须人等？你们一通电话就让他3分钟内赶到，你们未免也太想天开了吧！蝼蚁岂知天穹之味？赵顺，你可知你死期将至？有许玲珑在，我只需要做我该做的。表叔，我看他们是在拖延时间。今日神王宴若是真的神主到了，受到牵连的恐怕是我们呀。这帮人不安好心，千万别受他牵制啊！这时间已晚，真正的神主马上便会莅临。最重要的是解决眼前的麻烦。一群跳梁小丑而已。楚阳，我看你还是在九泉之下好好做你的神主美梦吧。你敢打我？打你都是轻敌，再敢对我不敬，整个赵家都会与你一起陪葬。就凭你灭我赵家？区区的赵家，动动嘴确实够了。你说动什么？机会已经给你们了，你们不珍惜，那我送你们上路。给我上！都给我住手！恭迎陈老，恭迎陈老。陈老已至，我看你们的下场只会更惨。是。楚阳，陈老都已经到了，你还霸占着神王座不起，怎么还想继续冒充神主？试图连陈老都骗过吗？这宝座本来就是为我准备，我若不走，还有谁敢坐？狂妄之徒！神主宝座，求你再次玷污！不知死活的东西，还不快从神主宝座上给我下来！你都死到临头了，还在嘴硬啊？你们在做什么？陈老，这几个骗子冒充神主，企图骗取各路名门权贵的送给神主的贺礼，被我等拆穿，还请陈老降罪重罚。骗子！一群招摇撞骗之辈，这也怪我等疏忽，让这种小小之辈混进了现场。小小之徒，陈老，你这是在责怪我们没有处理好。这等小事何须让陈老亲自到场啊？既然陈老在此，不如主持大局。对付这种小小之事，
全由我们代劳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居然有资格在神王宴上说话？陈老，我是海神赵家长子赵顺呐。这群宵小之辈的骗局，还是我拆穿的呢？没错，陈老，赵顺这个事儿是立了头功了。头功？卫青，你们的胆子也太大，冲撞神主，还想立功？陈老这语气似乎是对我等行事有所不满，而且他刚才说我们冲撞神主，难道不应该是陈老也弄错？陈老，你怕是不知道，这几个骗子不但冒充神主，还辱没了您的威名，实在是可恨。是呀，陈老，这群人居心叵测，你还是立即降罪，严惩他们吧。严惩？我看惩罚的应该是你们。陈老，哎呀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竟敢指挥我！陈老，我们这出，哎呦，什么时候神殿的事轮到你说话了？可是哎呀，陈老，我说的不够清楚吗？该惩罚的是你们。陈老，陈老这么大的怒，都是这帮人扰乱神王宴，看得陈老都如此大怒，这下我们也得跟着遭殃了，真是。都是这帮该死的冒牌货！楚阳，陈老动怒，今日之事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陈志进，神殿长老陈志进拜见神主。陈老竟然给这个冒牌货下跪了！这不可能，这伙人肯定藏着什么其他的手段，居然连陈老一块给骗了，绝对不可能。属下来迟，请神主责罚。陈志进，你在海域还真是风光无限。神主，责任都在于我，还请神主交由属下定夺，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。陈老，你乃是海城霸主，何须向他们卑躬屈膝啊？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哎呀，陈老，你肯定是看错了，他们肯定是假的。陈志进，告诉他我是真是假。你屡次三番冒犯神主的神威，你该当何罪啊？陈老，表叔，带下去。果然，谁的人还得谁亲自收拾。今夜，但凡尊重神主者，我将一一全部清算。神主，是我的有眼无珠，冲撞了神主，还望神主原谅啊！请神主原谅，请神主原谅。这些人，我要原谅他们吗？记住，你是神主，以神主的风格行事。我是神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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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主风格行事，风格行事，风格行事，神主风格行事。吴家主、周家主，尔等不是要降罪于我吗？不，我等被小人蒙蔽，还请神主大人不计小人过。一句小人蒙蔽就想接过，未免也太轻松些了。拖出去！神主啊，这中间都是误会啊！是误会，是误会，都是赵顺。是他蛊惑我们的。对，就是他，赵顺，他蛊惑我们的，不是我。赵顺林清雪的账我待会儿会亲自清算。至于你们，既然是个误会，那本尊就不再追究了，你们自行了断吧。神主饶命啊！我们再也不敢了，神主，自行了断已经是神主最大的宽容，还不谢过神主？神主，我愿尽数献出周家的财产，周家的众人愿意世代为神殿效力。我求你，你给我们周家一些生机吧！神主，我家也愿意献出一切，求我神主给我一条生路吧！这吴周两家那是海城顶级豪门，没想到为了保自己小命，献出所有的身家。这难道就是神殿的力量？赵少，如果楚阳真的是神主，我们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献出全部家产，
终身为神殿效力，只是我还得考虑考虑。考虑考虑可不是神主的风格呀！江峰，拜见神主。江峰战神呐！江峰战神的地位仅次于神主，若他能出手，必能保住周吴两将财产和性命。江峰战神，我冤枉啊！你有何冤？恳请江峰战神出手，跟神主说一声，保我周家一条性命吧。你的意思是，神主不曾留你一条生路那就死了算了。饶命啊，战神！陈老，你是真的冷啊！这么点小事儿都不能为神主分忧，还要神主亲自解决，当真办事不力。这个江峰是战部之主，是我们神殿最不稳定的因素。要是被他发现了，露出了马脚，今天你我谁都别想活。战部之主是不是很厉害？他要是对我出手怎么办？你我都得死。陈某虽老，但也知道今日这神王宴是为了神主3年回归而办的喜宴。你在这里当众杀人，是不是有所不妥呀？不见点血，怎么能让这群名门望族老实一点？江峰，神主都没有发话，你敢私自用刑，血染宴会？你行事之前，难道不请示神主吗？还真应该请示一下，可神主也得在这才行啊！江峰，此话何意？你个冒牌货，把嘴给我闭上！江峰战神乃是神殿位高权重之人，没有十足的把握和证据，是不会这么说的。那楚阳真是假的！我就说楚阳之前明明是条舔狗，怎么可能会是战神？江峰，你敢对神主不敬，你可知道后果？后果？还是先想想你自己的下场吧。想想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江峰，你虽贵为战之主，可是殿3一位皆以神主为尊，如不敬神主者，人人皆可诛之。陈老，你这话我就不乐意听。我江峰从战部一路杀到今天的这个位置，靠的还真是神主的带领，我怎么可能不尊重神主呢？只是我前面的这一位是个冒牌货，你让我如何敬他？今日这神王宴，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质疑神主？莫非他真是假的？江峰，神主3年未曾现世，但这不是你质疑他的理由，毫无证据。单凭这一条，我便可以启用3不鬼神，治你大不敬之罪。3年里，我听了不少流言蜚语，都说战部之主觊觎神殿大位，当众质疑我的身份。我看你想取而代之。神殿大位，能者居之。别说神主今天已经不在了，纵然在此，这话我也敢说。你说神主不在了，是什么意思？3年前，神主在北境开启了诸神之战，一人之力抵挡18国战神，此事你们还记得吗？此战举世无双，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。可我得到的确切消息，神主在那场战役中中了血陀罗之毒，早已战死。什么？神主已战死？你敢说神主已死，简直大逆不道！许玲珑，别以为你弄个冒牌货就能瞒得过我！荒唐！胡言乱语，想要抢个分寸，仅凭一些来历不明的情报，便如此的质疑神主，简直是无稽之谈。是不是无稽之谈，我自会证明。神主战力举世无双，今日江峰斗胆，想与神主切磋一番。神主身份是真是假，一试
便知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挑战神主！血灵龙说的对，这江峰确实难对付。什么？神主不敢？本尊今日不想动怒，若江峰战神想切磋，待今日神王宴结束之后再来找我便是。先过了眼前这关再说。看来神主还真是怕了呀！你放肆！放肆？好啊，那我徐彪今天就放肆一次，也想请神主赐教一番，不知神主可否成全呢？神主真的不敢回应。莫非真如江峰战神所言，你这个神主是假的？诸位，神主战力无双，现在连徐彪大人的战帖都不敢见，莫非是他心虚了？若是以我这种小小之辈敢如此叫嚣，早就被神主一巴掌拍死。可是今日神主一反常态，始终不作为，难道真如江峰所言是个冒牌货？这里倒是还有个明白。战神大人，小人赵顺，我之前就说过，这个神主是假的，只可惜小人人轻言微，没人相信罢了。我信。今日神王宴，我等来此皆为瞻仰神主尊荣。若这神主是假，那不是寒了咱们海城各族的心了吗？啊！敢直言进谏，你也不错。我吴某愿替海城各族请缨，请神主接受江峰战神的提议，自证清白。我赵某也愿替海城各族请缨，请神主自证清白。神王宴上，尔等屡次犯上，当真是不要活了吧？神主为何还不出手？难道真是假的？神主若不敢应战，便是假的。对，不应战，不回应，定是假的。既然是假的，我便代表神殿将此逆贼拿下，以还神殿之威名。神主绝学九龙步和玄虚手，不可能！你个冒牌货，怎么可能会神主绝学？还好提前学会了游龙步和玄虚手，凭此神主绝学，应该可以镇住这些占卜的人。看来大家还是对神主有误解。江峰，神主使出了绝学游龙步和玄虚手，你还有什么可说？看来还真是一场误会。江峰，我看你是心存叛逆，真以为神主3年不现世，你就可以随便挑战他的威严了吗？大人救我！今日本尊小惩大戒，尔等再敢放肆，定斩不招。徐彪，谨遵神主教诲，谢神主不杀之恩。大人，神主果然回来了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神主回来了？不可能啊！我的消息可是来自上京的，那位大人物不可能会出错。咱们眼下就只剩下一种可能。什么？虚灵龙找了个冒牌货，还教会了个神主绝学。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不过是在强撑吧。无妨，幸好我还留了最后一手，等着看好戏。今日闹剧已经够多了，传令下去。今日胆敢犯上之，宴会结束之后再一并清算。谨遵神主之令。谨遵神主之令。海城将士现千年雪参一枚，帝王翡翠一块，帕加尼超跑一辆。不愧是蒋女王啊，出手阔，这贺礼的价值怕是有数亿呀。是啊，不出意外，今日蒋女王的贺礼足以压艳群芳了。神主，今日的来宾都准备了贺礼，我江峰自然也不能例外。上贺礼！这什么光芒，刺的眼睛都睁不开了。这是
无双神王剑。没错，无双神王剑是龙国史上第一铸造大师欧质子亲自铸造，乃是神主的贴身佩剑。欧质子，就是那个制造了战卢、纯君、巨阙、鱼肠、圣邪5把名剑的欧质子。正是，欧质子取了千年玄铁和天外陨石，造成了这把无双神剑。神主便是这把剑的当世剑主。此剑乃战卢、纯君、巨阙、鱼肠、圣邪5剑之首。此剑一出，其他5位剑主必定前来朝拜。他想用神王剑试探你，那我怎么办？你一会儿。江枫今日斗胆，请剑主拔剑，召唤其他剑主现世，向世人证明剑主的身份。神王剑真有这么神？剑主拔剑，其他几柄名剑也会有感应？真的假的？神王剑乃旷世神剑，剑主拔剑，其他几位剑主就能感应到。若他人拔剑，则会遭到反噬，必死无疑。这江枫战神是想以死来鉴定他到底是真是假。果然是高啊！江枫，你还在怀疑我的身份？之前的事，本尊不与你计较，但你也不要太过放肆。神主不敢拔剑，是怕被反噬。神主宽宏大量，给你机会，非得惹神主发怒吗？给我机会！诸位，我得到的确切消息，神主早已战死北境，这也是神王剑遗落的原因。可是神主不是已经展示过游龙步和玄虚手了吗？这不足以证明他是真的神主吗？当然不能证明。神主绝学并非只有神主能够练成，就比如说这玄虚手。江枫，你怎么会玄虚手？我曾多次看到神主使用玄虚手，便尝试以神主的运气方式加以施展，钻研了多日，还真被我练成了。这江枫战神没有得到神主指点，也没有绝学秘籍，却也能够得此秘法，不错。如果神殿出现了叛徒，将此方法传授于他人，再加上勤加练习，定能练成神主绝学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神主绝学并不能证明神主身份，唯有拔出那把神王剑，召唤其他剑主，方能证明身份是真。既然如此，还请神主拔出神王剑，自证身份。你可知神王剑出鞘必见血？你确定让我拔剑？江枫，你帮我找回神王剑有功，待宴会结束之后，本尊会论功行赏。玲珑，帮我把神王剑取来吧。遵命。诸位，像许玲珑这样的大宗师级别的武道强者，哪怕只是仅仅的取剑之举，都被反噬到吐血，这就是神王剑的霸气之处。原来如此啊！这江枫战神所言属实，这神王剑确实有灵性，非剑主拔剑，那就是必死无疑呀！看来这也是神主不敢拔剑的原因吧？因为怕露馅。你再敢对神主不敬，我撕烂你的嘴！赵少，他凶我。好了，雪宝宝，别着急，等江枫战神拆穿他们的阴谋，他们就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，到时候啊，我让他们10倍奉还。神主，今日质疑之声实在太多，为了证实神主的清白，老夫恳请神主拔剑，召唤5大剑主，彰显神威，你让天下不敢妄言。神主，就连陈老都这么说了，你还在犹豫什么呢？我刚才不是说过，神王剑出鞘必见血。你们难道想让我血洗神王殿？这样吧，只要神主肯拔剑，属下徐彪愿意为神主祭剑。刚才神主已经说了，神王剑出鞘必见血，
他不想今日盛宴变成一场冷血狂宴，请你们不要再逼他了。你认为我是在逼他？就算他们愿意祭剑，但是他们的命，难道就不是命了吗？他们的命，还真不是命，所以还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吗？你放开我！这蒋氏集团的女总裁还真是倾国倾城啊！你，不过你不会以为你的身份和光环，你就可以在我面前指手画脚吧？要不今晚你陪我，我让你知道凡人和战神之间的差距。放手！放开他！江峰，身为战部首尊，你应恪守神殿法纪。你现在的行为太让本尊失望了。你认为我会在乎你的看法？你放肆！我今天就放肆了，我看看谁又能奈我何！神主，江峰虽于战神，但是许人行事愈来愈发疯癫，还请神主亲自出手教训此人，以正神殿纲纪。只怕眼前这个冒牌货根本不具备与江峰战神一战的实力嘛！徐彪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陈老，您还看不出来吗？他只是一个学了几项神主绝学的冒牌货，根本不具备与江峰战神一战的实力。徐彪，你就不怕神主真的拿你击剑吗？这要是能死在神王剑之下，那是我徐彪的福气了。就是不知道神主是否有拔剑召唤剑主的勇气。贱人，敢咬我！神王剑出鞘了，他似乎没有被反噬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玲珑大人只是拔剑就被反噬，而他却真的拔出了神王剑。他居然拔出了神王剑！我没有被反噬。刚才是谁说的？击剑来着！江峰，我说神王剑出鞘必见血，现在剑已出鞘，你说该如何收场？不对，虽然拔出神王剑未受反噬，但神王剑与其他5柄名剑有所反应，为何不见其他5位剑主谢世？5位剑主天南海北，身居何处无人知晓，说不定此刻正在忙别的事情。这难道也是你质疑神主身份的借口？神王剑出鞘，便可传遍八方，他们受召唤，必定前来现身。江峰战神说的没错，即使所有剑主们都在海城，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赶过来吧。陈老所言极是，剑主从不轻易现世，纵然感应到我以神王剑召唤，赶来也需要一定的时间。那就给你们半小时，够不够？好，赶快去找几个人扮演剑主啊！从现在开始，任何人不得离开大厅半步，违者死。大人，这江峰太过分了。江峰是战部之主，不但自身实力强大，手中更是有10万将领，此人不容小觑。那我们怎么办？静观其变，如果神主在此，这些问题一定能迎刃而解。这神王剑已经拔出来了，却未见到其他剑主，这说明其中必有隐情。他就是一个废物，还真以为坐上神王宝座就能吐狗变真龙了。半小时已到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是没有看见有剑主被召唤而至，这只能说明一点，你是假的。大人，战部的人将神殿包围了。
江峰，你私自调动战部兵力，包围神王宴，是何居心？何居心？清扫你这个冒牌货！我身为战部之主，自然要为神殿缉拿假神主。来人，将他们拿下！江峰战神已命人包围此处，我看这个楚阳还怎么演？小丑就是小丑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不堪一击。一个冒牌货耽误大家这么长时间，就该就地诛杀他！江峰，你是想造反吗？江峰，你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吗？陈老，你年纪大，有些事情眼不见为净。来人，请陈老下去休息。江峰，为你今天的行为，神殿三部会审判你的。江峰，神殿三部有我在，我看谁敢动神主！我等恳请江峰战神拿下冒牌神主，请江峰战神下令缉拿冒牌货。看来不只是我，整个宴会厅都在质疑你们。既是如此，我当替神殿缉拿叛逆。来人，把他们拿下！蝼蚁，胆敢冒犯天威，杀！纯军建主莫天基，余城建主罗伯半，圣邪建主季晨渊，拜见神主。建主，真的到了。江峰这个狗东西，这下看你如何应对。太好了，楚阳真的把建主给召唤过来了。这几位便是当世建主，楚阳一个废物，真正通过神王剑召唤来了建主。楚阳不是冒牌货吗？怎么可能？如果他们是真的，那我刚才的言论呢？这可是踏不敬之罪呀！哎呀，你召唤的？不是。虽然不知道什么情况，但是建主的出现足以解决我们的危机。大人，会不会是您那边的情报出现了问题？他是真的神主啊？大人，我的消息可是来自上京那位，不可能出错，这里边一定有问题。江峰，建主已至，你还有何话要说？不对，建主有5位，可这里只有3人。我知道了，说。我猜测，这3位建主的到来，定是陈老所为。陈老刚被驱离，这3位建主就到了，有这么巧合吗？我猜测，定是陈老有意帮这个冒牌神主。怪不得人数对不上呢，一定是陈老临时请人，时间仓促，所以只请来了3名懂剑之人。江峰大人，赵少说的有几分道理啊？这3位虽然精通剑术，但他未必就是真的剑主啊！再说了，那陈志进本就听命于许玲珑，这陈志进前脚刚走，这3位就到了啊！怎会有如此巧合之事啊？他们真的是剑主吗？不知道，剑主向来神秘，神主也只是在北京的诸神之战的时候召唤过，我也未曾见过。他们真的不是你找的？我差点还以为是你的原因了。好你个陈志进，竟敢跟他们同流合污！不急，我们有的是时间陪那个老东西慢慢玩。现在眼下当务之急是先把他们给控制住。我等受神王殿召唤而来，护神主周全。尔等要是对神主不敬，先问问我们同不同意。就凭你们几个也敢挡我的路，我看你们就是找死！小子，你好大的口气，敢对剑主们不敬！真正的剑主有5个，而你们只有3个人，就凭你们！3年前，我等随神主征战北境，对抗18国战神，那一战惨烈至极，战罗和巨缺2位剑主早已损落。神主领5大剑主对抗敌国，为龙国浴血奋战，才使现在国泰民安，繁荣昌盛。你们不知道感恩，反而质疑他，真是让人心寒。尔等要对神主不敬，我等必定不会坐视不管。陈老找的这几个演员挺敬业，你还是想想，一会儿他们被拆穿之后，你怎么跑吧？一会儿时机不对，我来断后，你去跑。就开始制定逃跑计划了？
看来他们真是假的。假不假你心里没数吗？你真以为没有神主的神殿加持，是个人拔剑就能召唤剑主啊？拿下他们！胆敢反抗者，格杀勿论！上前一步者，杀！浩瀚剑业，煌煌天威，你们真是剑主？你们还要执迷不悟吗？难道他们真的是？所以楚阳会游龙部玄虚手这些神主绝学，还能够拔出神王剑不受反噬，甚至招来剑主。他能做到不是巧合，而是因为他就是神主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完了，我先前对神主大人不敬，现在只有死路一条了。真没想到，我的公司竟然潜伏一条真龙3年。难道这几位是真的？我都开始怀疑自己了。不可能！3年前神主身中血陀螺，不可能还活着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不是真的！神主是何许人也？轮得着你们在这里对他狭义的目光看待？就算他是真神主，但血陀螺的毒也不可能这么轻易的解开。我今天倒要看看，中了血陀螺活下来的人，功力究竟还有几成？九龙护体，是九龙护体，是九龙护体。神主天威，我等敬服。你怎么会有九龙护体？九龙护体？什么九龙护体啊？神主修炼九龙神诀，拥有九龙真身，等受到外部袭击时，就会出现九龙护体。他若是真的九龙神主，那我江枫隐忍数年，等的就是今日一举夺其大位，掌神殿权威。可目前的形势对我们很不利。走！站住！神王宴本是为我接风的喜宴，被你们这么一闹，气氛全无。你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你当这是什么地方？神主，属下知错了，属下知错。江枫寨，你率兵而入，缉拿冒牌货，你何错之有？属下听信了别人的谗言，当众质疑神主，对神主不敬，请神主责罚。不敬神主者是何处？依神殿殿规，不敬神主者当斩。我等愿为神主清除神殿叛逆。神主，属下刚才出口不逊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战部之主，为战部立下过汗马功劳，还请神主留一些生机。既然江枫战神都说话，是应该留一些生路。那你自断一臂吧。神主，江大人身为战神，以双峰为首，阵退外敌8万。若失之一臂，战力必受损啊！神主，你在开玩笑吧？你看我像开玩笑？什么意思啊？字面意思。你是自己动手，还是让3位剑主代劳啊？完了，神主开始清算了。江枫战神，问神殿战府之主，他都要自断一臂来保住性命。那我们呢？神主，你当真要撕破脸皮吗？怎么，难办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愿意为江枫战神献出一臂。江枫，你这部下对你还真是忠心耿耿。
但是他是他，你是你。他自断一臂是他的事情，但依旧有风。什么？你神主，战部乃神殿3部最为重，你让我自断一臂，等同于神殿少了一条胳膊。既然如此，那换个人来管便是。神主，若江峰战神愿意交权，属下相信战部这条胳膊废不了。江峰，你要知道你手中滔天权力是谁赐予你的。本尊可以赐予你这一切，也可以收回。好。我们走。神主，其实我吴排城确实有一点言语不当之处，但是此次真的全是因为少帅和江峰战神的蛊惑呀！我是被小人蒙蔽的呀！受小人蒙蔽，那看起来你还挺冤啊！我吴家来参加神王宴，那是为了瞻仰神主尊荣啊！跪下！神主，我吴百城愿自断生路，还望神主给吴家后人留一线生机。品行端正，可？楚阳，我知道我错了，但是我们毕竟相恋了3年，你对我还是有感情的，对吧？你不配，带下去。今日不敬神主者，我自当一一清算。楚阳，今晚神王宴沾染血腥过多，已不适合参叙。的确，一涵准备了一些清茶淡饭，如果神主肯赏脸，今晚可得一涵寒舍。一涵愿意奉陪。神主，请叫我楚先生。楚先生，你我可还有未完之事？等等，我先出去点事儿啊，马上回来，马上回来啊，马上回来！我真不知道什么九龙护体啊。那你怎么拔出神王剑不受反噬，还能召唤剑主？被江峰偷袭时还能激发九龙护体，这一切怎么解释？我当时就看你被人欺负，我也没多想，我直接把神王剑拔出来了。至于那个什么九龙护体，难道是因为爱情的力量还能激发九龙护体的功效？你少胡说！碎了，真碎了！我刚才顶的是你腰，不是那儿。我也没说那里碎啊！神主令怎么会在你那儿？这不就一块破玉疙瘩？神主有2大至宝，一是神王剑，2就是这神主令。神王剑你是知道的，被江峰盗走。这神主令为什么在你身上？我捡的。你捡的？神主在北境消失的，海城离北境8000里，你捡的？在北疆一带的河边，我当时看到这块玉有瘟神醒脑的作用，所以就一直佩戴身边了。北疆是连接海城与北境的，难道神主消失的时候，这神主令遗失在了北疆，顺着河流飘了过来？真有这么巧的事情？你别那么深情地看着我嘛，我怕影响收剑的速度啊。你少贫了，我现在是明白你为什么能召唤剑主，并且激发九龙护体了。所以是因为爱情的力量，还是因为我是气运之子？都不是。那是什么？因为这神主令。因为他这块破玉？也没什么奇特的地方。你懂什么呀？这神主令是神主的至宝，神主常年佩戴在身上，
这玉里有大量的真龙气息，所以你才能够拔出神王剑召唤剑主，并且激发九龙护体的，都是因为这神主令。这么好的东西，我还是留在身上吧，以后遇到危险我就不怕了。这神主令里面的真龙气息已经被你消耗完了，所以才会裂开。就算你再佩戴，在身上也无法发挥作用。但是若是被有心之人得到，神殿必将有大灾难。这神主令我必须收回。收回就收回吧，那么凶干嘛？还有神主令的事情，你不可以跟任何人讲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如果你没有什么事情了，里面可还有家人等着我呢。我先走了。你站住！怎么了又？我警告你，你现在是神主的身份，你要敢用这个身份和别的女子乱来，我保证下次碎的就不是玉了。你看好了吧，把自己喝多了吧你？没喝多，没喝多，还能喝。知道你能喝。我也是个正常男人啊。我好热。你这样，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。谁设计的扣这么多？我对不起，我昨天晚上可能喝多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哦，喂，喂，出事了！啊！下次，下次。发生什么事了？真神主出现了。真神主，这不是好事吗？我们收到情报，在 M 国的梅奥普斯医院发现了神主的踪迹。梅奥普斯，世界最医乐医院。对，种种迹象表明神主身受重伤，仍在昏迷当中。那真神主醒来，那是不是10天后的国宴可以取消了？等真神主醒来之后再办也不迟啊。不行，通告已经告知了整个龙国，是不可能取消的。眼下只能假戏真做，你继续扮演神主，只要不被江峰他们发现真正神主的踪迹，那他们就不能证明你是假的。可是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神主的情况。我和郑红会飞趟 M 国，不管神主是否醒来，10日后我们都会回来陪你一起参加国宴。事情是不是没有你说的这么轻松？我和郑红的一切行动都会在江峰及其背后的势力监控下，此行凶险。若10日后我们未能回来，是否参加国宴，你自行决定。大人，刘楚阳一人在龙国，会不会有危险？我相信他没问题，走吧。居主，如你所料，许玲珑已经离开了龙国。没了许玲珑，国宴之上想要扳倒神殿就更简单一些了。您故意透露消息给许玲珑，将其引出国，就是要在国外干掉他。像许玲珑这么聪明的人，又怎么可能轻易上钩呢？因为我们得到消息，神主确实没死，身处 M 国梅奥普斯医院，这消息是真的。什么？那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？如果杀了他，那假的便是真的。明白了。那10日后的国宴，该收网了。届时我们大业已定。玲珑已经离开，江枫等以及他背后的势力也该露出狐狸尾巴了。邓大人，
好久不见。哎呦，沈大人，确实好久不见呐。你我身为龙国一方镇守，分属南北两地，若非今日君主设国宴，为神主接风，你我天南地北，见面实属渺茫啊。沈大人所言极是啊。神主消失3年，而今回归，才创造了你我见面的机会。眼下神主坐镇，我龙国再也不惧八方敌国，盛世繁华，就看今朝啊！两位大人所言，怕是有失欠妥。见过北宣侯，见过北宣侯。刚才小猴王说的言语有所不妥，还请小猴王明示。龙国盛世繁华，靠的是君主的铁骑，马踏敌国山河，靠的是我义父相国大人变法维新、励精图治，跟神主有什么关系？今日这国宴，那可是为了专门歌颂神主的丰功伟绩。邓大人恐怕还没看清形势啊！来人，掌嘴！看这架势，君主派系怕是要抢神主的风头啊！你看邓守义这样的一方阵势都被扇了耳光，我等还得谨言慎行的好啊！是。神主到！见过神主。他就是神主。公主啊，神主果然如国君所言，英俊潇洒，气宇不凡。公主能嫁给这样的人，也算有福了。婚约还未公布，不许乱说。今日的楚先生好像有点不太一样。今日国宴，本神主都已到了，为何不见君主杨乾坤？回神主，杨君主在商讨国家大事，怕是会迟些到来。国宴尚且不守时，恐怕也难料理国家大事。神主在斥责君主迟到的时候，为何不看看神殿四周？今日为迎接神主回归，本是神殿主场，可为何3步一位，不见战部江枫以及神主亲卫许玲珑？莫不是这2人根本没把神主放在眼里？放肆！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？我乃国君亲封北宣侯，更是相国义子。神主高高在上，说教我几句便是。你个老东西算什么？也敢来训斥我？什么情况？汪丽人这是要公开叫板神主啊！今天这2巴掌算是挨明白了。今日这国宴，怕是一场针对神主的门宴。你是说汪丽人是受君主指使，要对神主出手了？神主功高震主，一直受君主排挤。这汪丽人虽有侯爵之名，但背后若无人撑腰的话，在神主面前，他敢放个屁吗？今天看来是有好戏看。这个汪丽人今日抽什么风？小侯也越发不可一世了。原来的确是我已居的太监，一个小小的侯爷都敢跟神殿叫马。来人，带上杖责一。你们敢？若反抗者，就地格杀。江枫战神到！江枫，可算到了，快帮我说句话呀！江枫，你身为占卜之主，神主都来了，你为何姗姗来迟啊？神主到，神主在哪儿啊？神主在此，还不跪拜？楚阳，我已经掌握了你充分的证据，证明你就是个冒牌货，我看你还能装多久？这神主竟是冒牌货，怪不得义父敢让我叫板神主。神主竟然是假的，国宴之上不可儿戏啊！江枫，你还真是记吃不记打呀！你难道忘了你的左臂是怎么废掉的？今日楚阳怎么感觉不太一样，就好像真的神主似的。楚阳，你不会真的以为凭借神王令里仅存的真龙气息，召唤过一次建筑，激发一次九龙护体，就可以高枕无忧？继续以神主的身份欺骗世人，太天真了。你们怎敢对神主刀剑相向？诸位，真正的神主乃楚灵天，而眼前的这个名叫楚阳。3年前神主战死北境，是许玲珑找来此人，让他冒充神主，目的操控整个神殿。今日我江枫要替神殿清扫叛逆。你说我是假，我便是假的了。神主令乃神主随身之物，你若拿得出便是真，拿不出就是假。到时殿外8000名将士会要了你的狗命。上次他利用神王令召唤建筑，激发九龙护体，神主令应该已经破碎。我倒要看看，拿不出神主令，
你如何自证？别说神殿不会同意，我北宣侯3万北武将士也不会同意。神主令在玲珑身上。他拿不出神主令，他是假的。谁说没有神主令？拜见神主。许玲珑，他怎么会来呢？君主大人不是安排人将他截杀在暗国吗？我回来迟了。不迟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我还以为你会跑呢。怎么可能？不过我记得神主令已经破碎，并不。放心吧，已经修复好了。神主令在此，谁敢放肆？不可能！神主令完好无损。见令如见神主本人。来人，江枫胆敢公然叛逆神主，将其拿下！江枫，神王宴上，你一再质疑我的身份，损失一条手臂，今日依旧愚不可及，甘愿被人当枪使。既然如此，传神主令。是。怎么感觉今天的楚阳不太一样？奇怪，是错觉吗？他跟神主好像。江枫，隶属神殿战部，身为战部之首，目无神殿法纪，不敬神主威仪，私率战部成员以下犯上，扰乱国宴。今众怒之下，责令当众斩首。不可能，个冒牌货怎么能下这样的命令？君主会来救我的。杀鸡儆猴，以血树立立威，这就是神主的风格呀！当机立断，处事坚决，不错。可还有质疑吗？小侯爷，神主面前，小人不敢自称侯爷。侯爷何必自谦？你可是当今圣上亲封的北宣侯相国的义子，你有何不敢啊？不敢。王立人，今天乃国宴，你煽动大臣与我对抗，可知罪？神主请原谅，神主请原谅啊！掌嘴30，以儆校友。活该！尝尝大嘴巴子。是我的错觉吗？感觉带领着我们一路前行的神主就在身边。神主今日真是好威风啊！连相国的义子都敢打，敢问神主，在这龙国之内还有没有你不敢责罚之人？君主大了，见过君主。丽人拜见君主。小侯爷不必多礼，今日本师为你主持公道，这国宴还未开始，你便杀了战神江枫，又将相国义子打成重伤，是为何意？江枫乃我神殿之，要杀要剐与你无关。至于他目中无人，我替相国好好教训，免得他哪天在外给你招惹事端，丢了相国的命。你若是神主，当然可以，可是你是吗？刚才江枫也提过楚阳这个名字，莫非君主也掌握了什么证据？刚才你还口若悬河，伶牙俐齿，怎么现在闭口无言了？是被本帅击中要害了？楚阳，楚阳，我不知道是谁。好，那我就让你知道。诸位请看，这些就是楚阳的亲朋好友。楚阳，你可认识他们？不认识。不认识是吧？好，我这就给你一一介绍。这位也是楚阳的生母。公主，你说这杨乾坤所言究竟真假呀？杨乾坤向来谨慎，不会做无意的事。这些人恐怕真与神主有些交集吧。而这位也是楚阳的女朋友。楚阳，救救我！楚阳，奶奶年纪大了，姑姑刚出院，他们身体遭不住啊！你要是得罪人了，你就认了，别牵连我们呐！大人，我跟楚阳没有半毛钱关系。您刚才也说了，抓的都是楚阳的亲友，我既不是他朋友，也不是他的亲人，请您放了我吧！既然如此，那你就
你去死吧！不认识，或是记不清了，没关系，我帮你回忆回忆。请看大屏幕。哎，臭孩子，手不洗就吃。外婆做的糖醋排骨太好吃了，这谁忍得住？哎，这孩子，生日快乐！谢谢妈妈，谢谢外婆。我不会写，要不你教教我，教教我。你这什么脑袋瓜子？这个题说了很多遍了。我，影像里的楚阳和台上的神主一模一样。难道我们眼前的这位神主真的是假的？好你个楚阳，胆敢假冒神主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3年前，神主消失，连我皇兄都不知道他的下落，难道真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隐秘？你放这些，想说什么？如果这些证据还不足以承认你假的身份，那看这段。诸位，真正的神主此刻在 M 国梅奥普斯医院昏迷不醒。真正的神主在梅奥普斯医院，怪不得神主3年不曾现身，原来是在3年前的那一战身受重伤，至今未醒啊！这不可能，我明明在梅奥普斯医院门口安排了人，难道比杨乾坤的人？大人，我们演不下去了。诸位，事实已经摆在眼前，你们见到的这位只是神主替身冒牌货，而真正的神主昏迷不醒。楚阳，还不赶快滚过来，跪地服众！所以，杨乾坤，你的推断是我是楚阳，而真正的神主早在3年前便身负重伤，躺在病床上，是这样？怎么还想狡辩？只是这些都是你的推断而已。你想知道真实情况？难道我们知道的还不够事实吗？拜见神主！只有神主能拔出神王剑，不受反噬，且能召唤剑。杨乾坤，想听听我的版本吧？怎么可能？在海城他能拔出神王剑，不受反噬，是因为神主令，是神主令中真龙气息已经耗尽。他怎么可能再次召唤剑主？3年前，我手持神王剑，独自在北境对抗18国战神。那一战，我刀刃算计，身中修罗战神的血陀罗之怒。战卢巨阙2位剑主为保我性命，战死北境。至此5位剑主止于3位，而我在他们的忠心护送之下，才侥幸活了下来。后我为查明真相，游于世间，也是在那时，我找到了我的同胞兄弟楚阳。楚阳是神主的同胞兄弟。哎呀，难怪2人如此相像呢。只可惜楚阳命运多舛，身患重病，我便把他送去 M 国梅奥普斯医院救治，只是至今未醒。楚阳不在，母亲又生病，我不得不放下身份去照顾母亲。也是在那时，一个酝酿3年的计划便已成型，我便以楚阳的身份自居。你的意思是，躺在 M 国的是楚阳，你才是真正的神主楚灵天？这不可能！我以楚阳的身份自居3年，其目的就是引出江峰那个神殿叛逆，以及他背后一直觊觎龙国大位的你们。杨乾坤，3年前，若非不是你把消息提前透露给18国，我又怎会遭暗算？另起私利，通敌叛谋，乃是株连9族的重罪。不可能！楚灵天身中血陀罗，就算有2位剑主一命相救，你也不可能还活着，一定是在骗人的。我只相信你才是楚阳，昏迷不醒的那位才是神主。杨乾坤，你以为今日国宴是你的棋局？你错了，今日之国宴，乃是我与国君一手操化，带你露出狐狸尾巴，将你一网打尽。国君居然也参入其中。国君虽然事事顺，但他早就知道你有一颗叛逆之心，他处处隐忍，只为寻找合适时机。而今日，便是收网之时。怎么可能？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惊天布局！神主隐忍3年，只为今日，
实难想象啊！这么说，我要宣布公布我与神主婚事，是在等这一天？不可能！这一切都是你编织的谎言。今日我便杀了你这个冒牌货！人家，你竟然已经达到神境！杨乾坤，你大势已去，还不束手就擒？就算你是神主，就算你也踏入神境，那又如何？我乃中国三军统帅，如今三军都在上境外警力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他们便会攻入上境，到时候血流成河，你是千古罪人！你终于承认，不过你高兴得太早。三军将领已全部辅助，杨乾坤，你救兵来不了了。什么？来人，把他拿下，打入天牢，交由国君处置。楚阳，楚阳，你并不是神主，你也没有踏入神境，你刚才用的是无量神功，是伤敌1000，自损800。3年前是神主找到了你，传授你九龙神诀和对付杨乾坤的无量神功，这一切，神主3年前就安排好了一切。我是谁重要吗？楚阳就是楚灵天，楚灵天就是楚阳。不管楚先生是谁，只要您愿意，一涵愿意追随一生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龙国宁阳公主龙婉宁，你未来的未婚妻。